这一次这个我们看到国外当然也对于中共这些内容提起一些关注。我们看到有一篇文章就有提到说，中国新冠数据中的异常，就是它的操纵的证据到底有没有？大家当然都会有这些怀疑论来做一些讨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不是假着疫情的控制中国已经慢慢进入到这个更严重的这些守国，会走回这些老路我不确定这样的一些发展的一些状况是否有可能西安的这种封城的模式，未来动辄就可能会推行到中国各地的状况。我不知道老师您怎么看呢？我先想回应一下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中国的疫情数据问题。这实际上是美国 Stevens 理工学院有一位量化金融项目主任叫做 George Calhoun， 他在福布斯网站上刊登了一篇长文。他在文章中根据中共政府近3年发布的全国总人口死亡数据，结果发现比正常的死亡人数多了将近100万。那么这些多余的死亡人数，除了像死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这样的。他说，第一呢，就是世界各国都少报了新冠疫情的实际死亡数据。那对其他国家来说呢，可能是因为数据缺失的无心之失，而中共却是故意的篡改数字。更离奇的是，中国每10万人口中说是死于疫情的死亡率，中国政府报的是0.321，而美国是248，美国高出中共数字800倍。而这个同一种病毒，从统计学、医学、生物学、政治、经济上都是不可能的。那第二点，就是他说中共官方公布的这个病毒死亡数字，从2020年4月起就定格为4636人，其中呢97%在湖北，以后再也没有任何疫情死亡统计数据的报告。然后第三，他的这个观点是这样。第3点是从2020年4月1号到2022年1月8号，中国官方统计了有34107例新增的感染病例。那这个数据呢是 John Hopkins 大学的一个获得的数据。然后这34107例，这个过去这1年的这个新增病例呢，12005个是在香港。然后香港报的这个12000个新增的病例当中，有213例死亡，但是中国大陆的22000个病例当中，没有1个人死亡。那么如果按照2020年初中国5.7%的疫情死亡率，那中国是应该有在这个过去1年中应该有这个1200人。就过去2年中应该有1200人死于疫情的。那么如果按照香港的比率，这个也应该死亡人数要达到350人以上，但中共说是0。第4个观点就是感染人数在中国是被腰斩了。他说，从2019年12月31号，武汉被官方公布第1例的新冠疫情，一直到中国新年前的前2天，就是2020年1月23号，他才实施这个武汉市的旅行禁令。那么在这个期间，正好是春运的高峰和大学生开始放寒假。那么2019年春运人数呢达到30个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20年4月1号以后，大陆就只有22000个新增感染病例了。那第5个观点是这个为了评估真实的死亡数据，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叫做超额死亡率，英文是 excess mortality。那么这个指的是说呢，这个从1950年到2000年，美国的死亡率与任何1年的平均数相比，只有1%左右的变化或者说波动。因此呢，如果一个国家死亡率的上升远远超过这个预期值，就变成了超额死亡率。那么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用人工智能软件分析，
那么根据超额死亡率的计算，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估算的话，中国真正死于新冠疫情的不是中共公布的4636个，而是大约170万。也就是说，中共的累计的公布的死亡人数，实际上，不是公布的死亡人数，就中国累计的真正的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实际上可能是美国的2倍。那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还发现说，在2020年1月1号到2020年3月21号期间，武汉的超额死亡人数大概是13400人，也是官方统计公布的数字的3倍多。那最后呢，这个刚才讲的那位康宏，这个写文章的人呢，他提出了个问题，就怎么样解释中国这些反常的数据现象？他说，最可能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南海下令把死亡率变成0，同时就腰斩感染人数。那么这样的话，医疗机构和地方官员就服从命令，0死亡率和低感染就在纸面上实现。那卡尔霍这位作者根据北京公布的官方数据，得出中共操纵新冠数据的2个大铁证。他说，中共是完全没办法回避、没办法解释的。铁证之一就是有丢失的死亡人数。2020年4月以后，中国突然就没有新冠病毒感染死亡报告了。那尽管官方是报告有22000多个新增病例，但死亡率为0。那么2020年4月之前，武汉的死亡率是5.7%，比世界上其他地区高出3倍，全世界平均的死亡率是1.8%。那铁证之二是，中国还有无法解释的多余死亡人口。那么这个所谓多余死亡人口呢，就是根据中共人口报告当中的死亡率算出来的。因为新冠疫情以前啊，中国人口的死亡率变化是不大的，但到了2019年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的死亡率就是人口学统计上叫做 crude death rate， 中国的死亡率啊急剧上升。那么这个数据是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算的。那么上升速度多快呢？就是疫情爆发以后，中国人口统计上面显示的死亡率增长速度快了6倍。所以啊，疫情发生之后，中国正常情况下应该有的死亡人数和中共报告的实际死亡人数之间存在着95万人的多余死亡。那么过去3年里头，中国把这些多余的将近100万的死亡数字呢，如何加以合理的解释？那除非是公共卫生危机导致人们的死亡加速，否则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那么回到主持人讲的这个中共的防疫政策，从去年12月以来啊，新一轮疫情又在中国出现，然后中国的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有一个专家组组长叫梁万年，他呢做了一番解释。他说，在出现疫情的情况下，中国发现本土病例时所采取的综合防控总方针呢，叫做动态清零。他说这是疫情防控的最佳选择。那么所谓的动态清零呢，不是指零感染，零感染是做不到的。清零政策的实质呢，是用广泛的强制隔离，指望实现零传播。这既是中共防疫方面的一个政治性口号，也是指挥各地必须执行的基本方针。那中共的具体做法呢，就是硬封城和软封城2种。所谓的硬封城指的是整个城市因为发现多个被感染者就实行交通封锁，切断公共交通，航班、火车、长途汽车都停运，自驾车不能进城，也不许出城。所以市内的人就突然被封锁在城里头，然后各自在住处，在那里等待疫情高峰过去。那么所谓的软封城呢，是指市内少数居民区发生感染案例，那么就是实行这所谓强制性社区的封闭式管理，外人呢就不能进入被封闭的这个居民小区，小区的居民要出户购买生活用品、菜蔬这些活动呢，要实行所谓的限日限人次。同时啊，如果一栋楼里面有人感染，
感染了，那么整栋楼的居民，不管你是否被感染，都会被强制送到一个指定的旅馆去隔离，不许留在家里头。这就是实行一人感染，全楼住户清零。那么今年疫情再度爆发以后啊，硬封城和软封城的做法又再度在西安、天津两个超大城市启动。西安封城期间啊，有一篇这个住在西安的一位女士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西安时日》。她揭露了当时西安居民处在生活困难、食物不足的状况，甚至有患者呢，因为不是疫情引起的其他疾病需要就医，或者产妇需要生小孩，也因为软封城导致就医不便，或者是医院拒收，最后呢病情恶化而死亡，或者产妇把小孩生在马路上。但是这些情况都丝毫打动不了中共的地方政府，因为封锁居民区的这个做法源自中共高层制定的清零政策。中共推行这清零政策，充分展现出来它这个专制制度的本性。而它之所以能够清零政策来推行的话，也是因为它有专制制度的基层组织。那民主国家是没有中共那种统一受政府指挥的居民委员会。中国的城市里都有居民委员会，到每个小区，居民委员会会被政府授予管控小区居民的全部权利。他有权可以剥夺居民的行动自由，可以封死小区的出行道路，可以禁止小区居民出入封锁区，也因此控制着被封锁这个区域里面居民所需要的生活物资供应。那为什么他敢这样做？是因为他还有上级领导单位，在中国叫做街道办事处。那街道办事处呢，又是区域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所以中共是通过市政府向区政府下命令，然后区政府再把命令传达到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呢就赋予居民委员会代表政府执行强制措施的行政权利，居民是不得不服从。那么居民之所以不得不服从居民委员会的严密管控，是因为如果小区居民不服从居民委员会的命令，警察就会对这个居民采取暴力强制措施。那民主国家的警察是为民众服务的，他们只能对民众劝导，但不能够对没有违法的民众实行强制行动。而在共产党国家，政府的命令虽然不是法律，警察照样可以把政府的命令当作执法根据，对民众实施暴力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专制国家的民众似乎好像很顺从，清零政策能够轻而易举地执行到底。